上场的这位朋友，辛博的对手一定会给大家很多的期待，也给辛博不少的压力，因为她是这个舞台上行走的女侠。她的统治区除了舞台，还有天空。我们欢迎嘻哈。今年也来了，被勋博选了。去年他也挑战了我，我很喜欢这种坦诚的宣战，很喜欢跟好朋友一起玩一玩。进来参加节目做造型的时候，化妆师就说：“哎呀，虾姐，看你去年1年都披了头发，我们今天把头发给你扎起来怎么样？”我说不要，大妹，因为当空姐这么多年，我快扎吐了。我现在对扎头发已经 PTSD 了，我甚至 PTSF 披头散发。然后化妆师说：“哎呀，姐，我就想跟你学一下，你们有很多法式的盘法呀，中式的盘法很多。”我说：“妹妹，理解一下，不是我不教，是我被职场捆绑了13年，被乘客喷了13年，头发被皮筋捆绑了13年，被发胶喷了13年。”他说：“姐，hold on。”他说完全看不出来，你当了52年的空姐。还在那里算30。我跟大家讲，辞职当天我完全能感觉到，除了我以外，最开心的就是我的头发。我在那儿办辞职手续的时候，走出大门，我感觉我的头发全部立起来，这是飞扬的感觉，就那种。不要怪我这么叛逆啊！确实这么多年我真的受够了。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乘务员扎头发，发际线都快推到背上了。最近世界杯大家有看吧？空中哈兰德。就必须固定到哪种程度，就是碎发也不行，有胎毛也要剃掉，就感觉哪怕我们这个飞机，它是个敞篷飞机，我这么天上顶风飞行，落地了我头发必须纹丝不动，感觉你退休了可以直接这么抠下来，留给下一个空姐，你跟她说端好，这才是铁饭碗。女孩子应该知道，我们为了梳好头发、固定夹子，什么护士行业的、教师行业，大家都应该知道，就会别很多那种黑色的1字发卡，对吧？总可以了吧？没那么简单。在职场上啊，真的总有一些人在最简单的问题上最大化的为难你。他规定要求我们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但是头上固定头发的夹子不能超过6个。朋友们，6个夹子，连我腋毛都夹不住。而且飞行前，我们所有乘务员必须经过一个所谓的仪容仪表检查岗，有一个人会拿一支笔在点你头上的夹子。有一次我就被检查到了，我叛逆嘛，我头发梳不好嘛，我于是洗软它，就别了7颗夹子，我就被检查到了，多了一个，7个，直接给我下航班让我去谈话。我一进去，我感觉我犯了好大的错，领导全部在那儿问我，说吧，为什么多了个夹子？我说啊。哪里啊？不能讲吗？领导说把你夹子从喉咙里抠出来。你在那种情况下，我本来想用幽默的方式化解尴尬嘛，后来失败了。但我实在没招了，不久后我就直接剪了一头短发。我短发空姐飞了很多年，但是又被一位领导说了我一下，他说你本来个子就这么高了，再加上你短头发，会很容易让旅客觉得你有距离感，这样很容易被他们投诉你没有亲和力。哦，高个子短头发亲和力不够，那你以后招你就招矮个子长头发，哎，你就招一群武大郎站在客舱跟旅客这么正式，对吧？什么都不用做，在客舱里面挑着担子把饼发完就可以了。但是行李就只有旅客自己放了。真的，我还跟我们领导 battle 过几句，我说为什么？他给出一个原因，是为了让你们头发梳这么紧，限制头上的钢夹数量，是因为有一些可能哈，还有一些可能你们头发会掉在旅客的餐盘里。我说实话，你怕我们头发掉，你岗前培训，你第1天就给每一个乘务员发一顶泳帽。哎，我们就往头上这么一套，每个人都天庭饱满，统一每个航空公司的 logo 就打在泳帽正中心，对吧？旅客一样呼唤你乘务员来了。你还觉
觉得不保险的话，你干脆面试的时候你就直接招光头，没有那么多光头，你就给他剃成光头，对吧？你到剃成光头之后，很多问题迎刃而解，你都不用规定我们6个夹子，你剃完光头直接给我们点6个戒疤，就这么2排点上，旅客上来看其实是2排小字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当一天空姐发一天疯。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会啊，听公司前辈们聊到以前的规定，说头发梳不好最高可以扣30，开会迟到扣30，扣完100直接滚蛋。我说那怎么办？前辈说你听我说，我们有加分项，朋友们听好了，我们有加分项，我们可以弥补所有乘务员成功处理1次劫机，加5分。什么概念，朋友们？5分。我要成功处理6次劫机，才能抵我1次披头散发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有最后1个月我已经扣了30分，马上被开除了，飞行的时候遇到一个劫机犯，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办。我刚刚在那服务，妹妹说姐有个人劫机，我说哪里来了，我可以加分了。我刚要上去跟他搏斗的时候，我的同事弟弟一把拦住我说：“姐，我先打吧，我已经扣了60分了。”我说：“弟弟，我也扣的差不多了，一起打吧。”然后我们在殊死搏斗的过程中，劫机犯一把抓掉了我的泳帽，看到我头上6个结疤。他说这是，我说和尚撞钟，空姐发疯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只打狂徒，打完收工。说了，最后用尽全力把劫机犯打趴下，加5分。还差25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我左算右算，我就像脱口秀主持人一样走到他的面前。请问你是一个人来的吗？旁边5位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是一个人来的吧？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再劫5次。劫机犯在劫难逃，一看打不过，说不劫了，不劫了，不劫了。我刚刚松一口气，他转头就要投诉我说我要投诉你没有亲和力。我说啊，哪里啊？没有经历吗？开玩笑，我这辈子其实都不想通过那样的方式去加分，更不想因为这些畸形的规定去扣分。如果非要选择一种畸形的话，我选择波音747。谢谢大家，嘻哈，拜拜。谢谢嘻哈的表演，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谢谢嘻哈。每次嘻哈演都有一种气血很足的感觉啊！我又得问这个问题了，这是一段真实的经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非常不理解，因为我刚进公司的时候，那个我们的手册还是纸质的，我当时看到劫机只加5分的时候，不是劫机加5分，咱说清楚，是制止劫机加5分。好，我们是制止劫机加5分。不然你夹子掉了，我现在要劫6次机，大家冷静，6次啊！对。我为什么说这个规定，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同事们每天把这些精力放在怎么梳好头发、怎么数夹子上。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基于安全的运输行业，我们本来就应该基于安全，不要让我的同事再因为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去担惊受怕。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工作上，保障旅客的安全的前提下，再给予大家必要的服务。我很喜欢飞，我希望我的同事们能替我继续平安的飞下去，飞到退休，热爱这个蓝天。谢谢。你刚才的表演非常有感染力。我之前看过你线上的那个，也说的是空姐的。对，从那个像那个吊，对，那个太棒了。怎么了？对，怎么了？就太形象了。还有这个劫机，这个为什么只加5分啊？它是这样，它分数的属性不同啊。制止劫机，它可能是加了公司的大的5分，然后你扣完了，就是我们的行政分又是什么单独的分。其实它最后算下来还是统一的，但是现在OK 多了。现在随着这个民航业的发展，因为我一直在跟他们说，我说我有幸就是参与了民航业发展最快的10年左右，然后规矩也越来越好，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安全员为什么身上有执法记录仪，我刚开始飞的时候都没有的，都是慢慢的我们在客舱里面闹事的越来越多了，以及乘务员受骚扰的越来越多了，他可以1秒钟记录下来这个东西，然后就配备的所有东西都是根据前辈们的经验或者是血和泪换来的。挺棒。所以你看，就是吐槽，我们平时也爱吐槽，但是嘻哈的吐槽就让你喜欢听。
就特别有趣，而又那么的有感染力啊！我喜欢你的吐槽，很棒。谢谢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他就是他的这个整个脱口秀里边，他的表演成本占得很大。对啊，手舞足蹈的啊，他跟我们前面这个辛博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辛博左右溜达溜达，控制一下节奏，然后再来一句，再来一句，他就有点像机关枪。说这个舞台上的精彩有各种各样的，他上来的时候我就抱着期待。对。上次我记得我说他像是就是洗完衣服抖完了以后根本没拧水，上来啪这么一抖，能抖你一身那种感觉，但是就特爽特脆，也确实是身上有一股侠气，还有一股野劲儿，这不太容易，我觉得是一股新风清风不一样的风。嘻哈好全能啊！其实你说的这些东西其实蛮严肃的，对，但是你用很幽默的方式去把它给表演出来，我觉得你的肢体、你的声音、文本各个方面，你都在给你加分，在塑造，我就觉得好厉害。看着你是一个挺锋利的人，对，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人，就是会觉得很想跟你当朋友。虽然来吧！哎呦，感觉你能保护了全世界的身上有那种能量。我确实是因为被这个扣分的这个头发说不好，我觉得他们太故意挑刺儿了。包括现在，我那天徒弟还给我发了一个私信，分享给大家听一下。一个旅客2周之后再投诉的他，说他开可乐的时候，在他脑壳旁边开着，他被那个可乐的气冲到了重感冒。哦，真的？对，要去调查，然后各种很麻烦，就很好笑。不，这种还需要再去调查。我也不理解，我说这种还需要去调查？你们把它剪出去，甩到我领导面前，快点！很奇妙。但我觉得我们真的去感谢嘻哈，要是没有嘻哈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把他们这些不太合理的规则说出来，可能我们永远都不知道，或者是我们永远都没办法理解到这边，或者是你像之前你说了很多已经改变了的，就谢谢你一直在说这些东西，很重要。也是谢谢大家有听到，也没有办法走到这个地方来了，因为我觉得可以扣分，但是你比例不应该那么大，你奖惩应该正常嘛。当然我们不是那个真的，如果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话，真的请大家相信所有乘务员都是有信心、有责任、有能力保护大家安全的。我们中国民航也非常安全，谢谢大家。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因为从这一季开始，我发现只有您换成了这个耳挂，这是一个想法吗？一个巧思？对，方便一些。我总觉得这个我怕话筒甩出去。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即兴演员出身，所以我戴耳麦戴习惯了。我也挺想把我即兴那一面，就刚刚那个内容形象跟单口结合一下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挺舒服的。因为我们就是觉得，首先说相声穿着大褂有一桌子，有时候这个符号化有点太过于太刻板。我们有时候也会想把这些东西拿掉，就像您现在这样也挺好的。哎，挺好的呀，拿掉。对，我现在把相声彻底拿掉了，拿掉了一个，太刻板了。保留桌子，放一个空姐的推车在旁边，然后你随时给他拿。他性格真。爱情。